白鹿城男星身高火卡尺：一、王鹤棣，白鹿官方身高165，王鹤棣官方身高183，两人同框站一起时，白鹿才到王鹤棣的鼻子那里，对比两人18公分的差距，足以说明王鹤棣的身高是很真实的。二、张凌赫，张凌赫官方身高188，当两人同框时，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张凌赫比白鹿高出了大半头，这23公分的差距绝对是有的，所以张凌赫的身高绝对是名副其实的。三、徐凯，徐凯官方身高185，当他和白鹿同框时，白鹿到了徐凯的眼睛那里，这差距看着也就10公分，除非白鹿的高跟鞋有10公分，否则就说不过去了。四、周深，周深官方身高161，当两人出席节目同框时，白鹿比周深高出了3、4公分，这差距正好对得上他们之间的身高差，所以周深的身高也是实打实的。五、罗云熙，罗云熙官方身高177，当两人出席发布会同台时，罗云熙比白鹿高出不了多少，12公分的身高差是绝对没有的，咱就是说这样太虐了，所以罗云熙的真实身高一目了然啊，你觉得谁的身高掺水了？六、任嘉伦，任嘉伦官方身高178，他的身高一直备受质疑，和白鹿同框时，差距看着也就4、5公分，再去掉高跟鞋的话，任嘉伦的身高还是有点迷惑的。任嘉伦跟很多女演员合作的时候，都会让大家忽略任嘉伦的身高，178的他在男演员堆里并不是非常出众，好在他的颜值还有演技让他成功出圈，凭借着《锦衣之下》这部剧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无可替代的陆大人，同时在古装剧上的演绎也凭借陆毅这个角色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近段时间任嘉伦在现代剧中的表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，跟白鹿合作的《一生一世》这部都市情感剧在这个月已经杀青。《一生一世》这部剧中任嘉伦出演的是男主周生辰，而白鹿出演的则是女主石怡，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特别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一切都是顺其自然，但在这看似平淡的生活中也隐藏了一些危机，男女主经历了大风大浪，最终两人约定相伴此生，此时永不分离，这段爱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。白鹿和任嘉伦两个人在拍戏时有很多的路透图被放出，两人在服装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任嘉伦穿着风衣里面搭配西装，浑身上下透露着霸道总裁的感觉，而白鹿穿的则是一件白色的羽绒服，看起来很平易近，两人在服装上的差异能够感受到在角色上的变化。然而任嘉伦的身高到底有多少，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也完美的呈现出来。要知道个子不高的男演员在跟女演员搭档之后，身高都会被拆穿，任嘉伦也并不例外。当他和165的白鹿站在一起，真相一目了然。任嘉伦跟白鹿两个人看起来是差不多高的样子，但这跟拍摄的角度有着一定的关系，因为他们两人的身高忽高忽低的，让很多人看了之后也是觉得摄像的水准还有待提高，不然老让路人误会是很不好的。换一个角度拍任嘉伦和白鹿，他们两人的身高能够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些差距，165的白鹿和178的任嘉伦两人站在一起，虽然中间相差的身高差并不是很高，但能够感受到任嘉伦在个子上还是略胜一筹，跟白鹿这位比较高的女演员在一起合作，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压力。我们再来看看内娱其他男星的身高，民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只要男的说自己身高175厘米，8成都是172厘米，说自己是170厘米，8成都是168厘米，说自己180厘米，8成都是178厘米。而这些身高差距在荧幕上就更难认清了，因为摄像机会调整机位和角度，有的演员还会故意增高或变矮，绝大多数的明星都比电视中的要矮，尽管屏幕是会把人拉宽的，但为了显出身高来，摄影会调整角度，而演员为了展现自己的身材会把自己弄得很瘦，因为胖瘦均匀的人上了镜头往往显得偏胖，偏瘦的人上镜则会显得正好，所以像刘德华、周迅这种在屏幕上看起来很苗条、身材很好的人，在现实中都是比较瘦小的，绝对没有电视中那么惊艳。那么黄晓明既然在电视中看起来像178厘米身高的，到了现实中大概就是176厘米，而黄晓明给出的官方身高是179厘米，显然他是没有179厘米的。先扫个盲，很多人说周润发有180厘米，甚至是183厘米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。发哥确实很高，但他的身高是178厘米，这个身高放在那个时代已经是非常高大了，并且周润发亲口说自己是178厘米，这点从他跟很多男明星拍电影的时候都可以得到印证。不要小看178厘米这个身高，即便放到现在，178厘米的身高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也是中上等的，更何况发哥身材比例很好，大腿很长，所以更显得高。那么有了发哥作为参照，其他男明星的身高就都可以被照妖镜照出来。从这张合照来看，黄晓明仍旧是略微比发哥矮的，无论是看肩还是看头顶，并且发哥是大黄晓明半号的，发哥比黄晓明高不了太多，但更加魁梧。所以说黄晓明在现实中的身材就是路人甲是靠谱的。黄海波身高176厘米，
也没必要虚报，毕竟不是偶像派。从多个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出来，黄海波不矮，身高基本属实。两人在《新上海滩》中合作，基本上身高一样，再次验证上述结论。黄晓明真实身高176厘米，而刘德华的身高也不太可能是官方给的174厘米。当然了，大胆推测，这应该不是华仔虚报，而是大家对华仔比较爱戴，所以帮他虚报的。虽然黄晓明只有176厘米，但还是明显高于华仔的。目测华仔的身高应该在172厘米，而华仔在跟女神陈慧琳同框的时候也是明显没有后者高的，但差距很小。两人在 MV《我不够爱你》中也体现出来身高对比，华仔的确比陈慧琳稍微矮了那么一点点。女星很喜欢身高造假，但对于168厘米以上的女明星来说就毫无必要了，何况陈慧琳是173厘米身高，根本没必要虚报。所以华仔的身高很可能就是172厘米。对于60后来说，172厘米的身高并不矮，哪怕是在东北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动辄180厘米的身高。所以刘德华的身高是不高不矮，但他公开表示过自己不够高，指的是在娱乐圈，毕竟在发哥面前，华仔的身高的确不够用。华仔站在发哥面前完全没有了帅气的感觉，因为发哥高大威猛，气质俱佳，刘德华则显得矮小了太多。没办法，男人一看气质，而看身高。成龙的官方身高是174厘米，明显比刘德华、梁朝伟这些所谓的174厘米要高一点。成龙的身材明显比李连杰大1号，李连杰的官方身高是169厘米，年轻时的李连杰应该有169厘米，但现在的李连杰可能会更矮一些。在这个身高段，相差5厘米已经是个非常大的差距了，完全高出2档来。成龙曾说过李小龙不太高，而一般都说李小龙的身高是173厘米，可成龙也不会超过174厘米，李小龙是明显没有成龙高的。而且从李小龙的电影中来看，他就是不太高，顶多172厘米。赵文卓官方身高是176厘米，这是最没有水分的数据，毕竟谁也不会故意把自己说矮。而176厘米的身高在荧幕上显得很高，甄子丹的官方数据是175厘米，显然太夸张了，他比赵文卓至少矮了5厘米。甄子丹的身高跟李连杰仿上仿下，即便高一些也不会超过172厘米。何润东身高186厘米，明显比赵文卓高很多，这张照片尤为明显，两人足足差了10厘米。刘烨的身高是186厘米，一般超过183的身高都是不会造假的，没必要。而吴京比刘烨矮了将近15，传说向佐身高为186，绝对是胡说，顶多178厘米，跟赵文卓差不多，明显赵文卓高于吴京，吴京高于李连杰。从刘烨和成龙的同框照片也可以推测出，成龙174厘米的身高是基本属实的。何炅就比较搞笑了，说自己172厘米，从上图来看，他和汪涵的确身高差不多，而汪涵174厘米，但换一张图片就发现何炅明显比汪涵矮，并且身材比例也不像是172厘米的样子，除非是畸形人，显然何炅不是畸形，所以他的身高绝对是虚报的。谢娜的身高只有166厘米，在上图中却比何炅还高，当然何炅不至于这么矮，何炅比谢娜高的有限，而且从身形上来看，何炅也不可能超过170厘米。人的身高和肩宽等数据是有正常比例范围的，何炅有时候看起来不比汪涵矮多少，但两人的身形明显不一样，汪涵也并不是很强壮，却比何炅宽了那么多，显然何炅的身高是垫出来的。孙红雷的身高也一直是个谜，一直认为他很高大，但实际上孙红雷也没有那么高，车晓170厘米，江疏影168厘米，孙红雷并没有高出二人太多。在好先生中身高172，4厘米的关晓彤也不比孙红雷矮多少，两人并肩行走的时候感觉身高差不多，所以孙红雷的身高应该在176厘米左右。王耀庆身高178厘米，虽然在上图中看起来跟孙红雷差不多，但在好先生中是明显比孙红雷高一点的。而张艺兴的官方身高是176厘米，和孙红雷差不多。之所以认为孙红雷很高，是因为他演了很多硬汉片，所以有意把拍摄角度倾斜于他。实际上关晓彤并不比孙红雷矮多少，孙红雷的身高不会超过176厘米，根本不可能是官方的180厘米。